有的日本人在吟吟狂吠，有的却深明大义。台湾当然是中国的领土。我说附近同意台湾，我认为我们中国一定要同意日本。这位毕业于早稻田的田中桑绝对是大大的良民，代号中国华子。台湾は中国のものです。以上、谢谢。安倍晋三朝日本。而在漫画界还有这么一批大师，清醒的令人心疼，不仅痛骂731部队，还要求首相给中国下跪道歉。首先是反日斗士宫崎骏，老爷子的动漫大家都看过不少，我放点大家没看过的。私は侵略戦争が完全な間違いで多大な損害を中国の人々に与えたことについて深く反省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明言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る人間です。1941年出生的宫崎骏是真正经历了那场战争且保持清醒的人，他甚至公开表示以自己是日本人为耻。私は侵略戦争が完全な間違いで多大な損害を中国の人々に与えたことについて深く反省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明言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る人間です。而在老爷子的漫画中，你经常能看到反战的身影，比如1992年上映的《红猪》，那台词直白的令人发指。要我变成法西斯，我宁愿当只猪。你以为这就完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有请13年上映的《起风了》。いいかね日本の少年よ。飛行機は戦争の道具でも商売の手立てでもないのだ。而在这一年，老爷子还敦促日本政府要正视历史，处理好慰安妇问题，向中国和韩国谢罪。2015年，当安倍搞幺蛾子时，老爷子再次站了出来，敦促安倍承认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苦难反省，历史不能遗忘，更不容修改。第二位，黄木飞吕彦，大家是不是有点意外？请看 VCR， 二桥被人撞倒，因为其高贵的黄金精神，第一时间选择了原谅，可听到对方说的是日语，直接秒开先人。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んた日本人か。ああ、そうだけど。話は別だ。很多小伙伴觉得二乔是因为自己宝贝女儿被日本人拐跑了才这么痛恨日本人，可当我掏出卡兹和白金之星的前身巴欧来访者呢？男主是某组织为提升军事力量搞出的产物，其中的端木博士简直就是荒木照着东条英机画的，而这个组织的前身是当年日军的化学细菌战部队，也就是731。第三位，藤子 F 不二雄，听名字你可能不认识，但他的动漫你绝对看过，没错，就是爆大你的哆啦 A 梦。其中有一章的故事叫大象与叔叔，哆啦 A 梦和大雄穿越到了二战时期的日本。戦争ならもうすぐ終わりますよ。と日本が負けてね。当年上映的时候被某极端分子要求整改，老爷子说好办的，我直接改成这样吧。日本が負けるな。你就说改没改吧，反正我是觉得改的太妙了。第四位更是重量级，中泽启志，他有一部作品叫《赤足小子》，直接对着日本政府贴脸开大。今の国の指導者も間違っとるし、軍部の奴らもどうかしとるんじゃ。お父ちゃん、そんなこと言うからみんなから非国民って呼ばれるんだろうが。そうじゃ。わしは非国民じゃ。お父ちゃんはそのことを誇りにしちょるんじゃ。こんな人を殺し合う戦争が正しいはずなじゃろ。在老爷子看来，这样的国不爱也罢。赤足小子是以百姓的角度讲述了广岛昭和之后的故事，灵感来源于老爷子的真实经历。6岁那年，广岛核爆，他失去了父亲、姐姐和弟弟。长大后，他用手中的画笔抨击日本军国主义。2013年，赤足小子曾遭到雪藏，但引起了民众抗议。此次事件直接让漫画销量增长了300%。第五位，本宫弘志，这位老爷子创作了《国家燃烧》，直接将侵华战争搬了出来。从关东军策划918到南京大屠杀，老爷子是想告诉当代的日本人，正视历史，反省历史。他特别强调，日本一定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承担所有责任。但连载后被右翼势力打压，无限期停更。之后有一些正义人士联合起来抗议，这才恢复了《国家燃烧》的连载。第六位，手冢治虫老先生，他创作有3原则：不嘲弄战争和灾难的牺牲者，不轻视特殊的职业，不轻视民族、国民和大众。老爷子有一部《三个阿道夫》，除了讽刺德国的小胡子，还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日军在2战中的暴行。老爷子是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更明白和平和生命的可贵，他是当之无愧的漫画之神。第7位，鸟山明，想必大家都或多或少看过《龙珠》吧？其中有一段弗利萨对悟空的灵魂拷问：罪もない者を殺しただと。貴様らサイヤ人のしてきたことが正しかったとでも言うのか。だから滅びた。鸟山明老爷子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对日本人说的，更是对全人类，这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师。鸟山明去世的时候，我国外交部表示深切的哀悼，这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
最后，我想聊2句：喜欢漫画、动漫都很正常，但追番的时候还请擦亮双眼。